昨天在美中贸易核战爆发一天之后那川普来了一个华丽转身对紧张到爆的这个世界各国大幅让步取消惩罚性关税90天，川普把它叫做对等关税，我把它叫做惩罚性的关税。那么带来两个效果，第一呢，中共被125%的关税钉在墙上，等于是示众。第二呢，全世界各国都舒了一口长气虽然只是延后90天，那毕竟紧张程度就没有了嘛。结果呢是在股市上是出人意表，带来道琼昨天跳涨将近3000点那么但是大家的问题是说，川普在一天之内把人人都认为的一个坏事，世界的一个经济震荡和不确定变成好事，变成股市起码认为的好事吧，他早就预谋这样做的，还是临时决定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意见可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然后我们来谈这个话题。好，我们就直入正题现在来谈这个，先说这个昨天川普大变局之后的一个股市的变化。昨天我们知道了，股市是暴涨，市值一天，那么美国是这个股市增长了5.1兆美元创下了历史的记录。那道琼呢，昨天飙涨将近3000点，这个标普500呢上涨9.5%，科技股占比的纳斯达克升高了12%这个特斯拉一家就涨了23%。那么接着呢，在晚上美国晚上亚太主要指数就是全线大涨。那欧洲的股盘呢也是普遍的高开，黄金跟铜的大宗商品都显著的反弹，美债市场也是备受追捧美国卖债一点问题都没有。总而言之，什么都是好现象，什么都是好消息先说一下这个首先越南被这个叫做惩罚关税，叫做狠狠打到的越南，它被收46% 的关税，那么现在降成10%，所以越南的这个叫做股票指数上涨了6.8%。台湾其实在亚太涨得最多台湾涨了9.3%，等于是这个跌幅的一半全部收回来日本呢跳涨9.1%，韩国涨5%。很有意思的就是恒生指数也涨2%上证指数跌1.2%涨1.2%，上证。昨天川普125% 加到这个中共身上去，上证指数涨1.2%，它应该怎么样？它应该跌15%。你要听我的话，这个相信我说的话，应该跌15%到20%，结果涨1.2%，为什么？就是16%到21%是中共砸家底子、保面子砸进去救出来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到虽然这个上证指数股票居然还能上涨，人民币跌到18年来的最低点，所以这是我讲的是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下滑有人说就是像川普说是中共在操纵汇率 ，no， 不是的，这是自然的。贸易战这么打下来的话，人民币一定是跌，这是挡也挡不住的往下跌，所以跌到最低水准。所以现在不是说这个中共如何在降低人民币的汇率来帮助它的出口的，不是这么回事了。它是动到它的根本盘，所以在人民币下滑到18年来最低点的时候，上证居然能涨1.2%所以你就看得出来中共砸了多少钱进去，就是为了一个面子。现在中国的政治包括它的外贸，包括它的经济政策，全是面子，共产党的面子，甚至共产党中一个人的面子，这就是中国今天的悲哀。OK， 好吧，那不管怎么说吧，但恒生指数也是一样也是中共砸钱进去救的，他现在救2个市场真的很辛苦我都替他捏把汗呢，他口袋里还有几分钱那同时的另外一个反应就是欧盟这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宣布取消昨天我们通过的23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表示希望谈判我们就不涨了。大家知道我给大家解释过了这230亿本来就不是针对川普的万国关税的，是针对上一轮针对欧盟的钢铝关税它只是一个上一轮的一个报复，所以因此呢，川普没有说叫你不加你还加这个方法来报复欧洲，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是针对上一轮的，而且这个幅度非常之小，只有230亿。那现在欧盟即使如此也是见好就收找到一个台阶，自己赶快下来，就自己放弃上一轮也不要了，等于是美国对欧盟上一轮加了白加，是这么个情况。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欧盟真的不想跟美国闹翻，对不对？哪个国家都不想跟美国闹翻，没有一个国家想跟美国闹翻，因为是什么？因为呢，人家是大买主、大买家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中共敢跟美国闹翻。好，那么中文的新加坡这个叫做联合早报那么登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官方就美国关税问题表态，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是对话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以平等方式进行，并强调说中方也会奉陪到底。
我有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就问我说，看不懂了，到底他是服软呢还是要硬干？到底什么情况？我说是啊，你得读的力透纸背才行哈。它到底什么意思？你要问我的解读哈，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服软啊。但是服软的同时，口头还要硬干，就叫口头硬干，实际想服软。为什么？我这么判断哈。第一，你看得出来哈，他没有跟牌了。那么本来是84打人家104哈。那然后呢，人家这104变成125，你起码应该再加多21% 上去，对不对？你没加，没有跟牌了啊，就说明他不想打仗，不想打架。第二呢，这文章里头说了很多好话哈，希望美国和中国相向而行啊，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合作双赢的原则啊，等等之类的啊。关键是在这儿哈，川普已经说了，我愿意跟你谈呢。财长贝森特也说，川普愿意谈呢，甚至莱维特都说，川普希望谈，那等着你打电话来呀，打个电话就能谈。何必费那么多事儿呢？啊，但就是不打这个电话，为什么？这就是中共的面子，准确的说是习近平的面子。那么接着下面有个相关的一个新闻哈，英文的香港的南华早报，那么就登出一篇文章来说，川普急于和中国达成协议。那多个内部渠道表示说，可能4月份川普就会访华。哇，你要问我的话，我个人哈，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现在是75个国家，川普都要自己亲自谈，他已经表达了。他要自己亲自谈，为什么？第一，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交易的艺术。第二呢，也很重要啊，每个谈话都涉及一个国家跟美国的关系。你做什么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啊？中共呢，已经是一棍子打趴在地上，昨天哈，打趴在地上，或者说钉在墙上给大家看，马上就跑去把它扶起来。我觉得川普不会这么做哈。那么，但是我这里要加一句哈，这个新加坡的中文的联合早报和英文香港的南华早报，还有这个华尔街的某位很有名的华人记者哈，在我个人看来哈，我个人的判断，我没什么根据，我个人判断，我觉得都是中共对外的声音窗口啊，似乎专门在替中共发声。当然了，这个联合早报跟南华早报那几乎就是一定的哈，什么生日峰会啊什么4月份赶往中国呀，我个人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这都是做球，就是挽回一个推势。大家想想看，中共被川普一棍子打趴下，然后川普说我赶快要去中国跟他谈。不管川普去不去，即使是不去，这一番舆论都能挽回中共或者习近平的损失，对不对？这就是这些报道出来的原因，我个人的看法哈。那对不对？我们再看啊，这个不对，那我也会承认不对，但是我坦率的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好，那么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了哈，就是对华的关税处理和万国关税的处理，万国关税的华丽大转身，到底是川普早就预谋好的？早就预设好的，还是临时应变啊？这是我们大家存在的问题，也是今天主要的要探讨的。啊，探讨之前呢，我插一个哈，就是这个节目的赞助厂商哈，是这个普瑞堂。那普瑞堂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它主要是这个出产三个产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哈。一个就是它的玄宝黑参呐，玄宝黑参就是韩国参哈，韩国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玄宝黑参的饮料，这是饮品哈。这个参呢，玄宝黑参呢，它是实际的参，就这样的，一袋就是一个参啊，一包就是一个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普瑞堂的鱼油，那么这个鱼油哈，完全全植物鱼油，这3个特点。那么它针对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针对，就是说所有这个叫做需要增强抵抗力的呀，那么包括说，熬夜读书的学生，天天加班的上班族，病后虚弱的人，脱头发的人啊。更年期的叫做调理期更年期的调理都有用，所以呢，对于30多岁的人可以补精力，50多岁的人可以调气血，70多岁的人可以养身子啊，都非常的好。那很快举几个例子吧。有一个香港朋友就吃了之后呢，普瑞堂的植物鱼油之后，他就说这个胆固醇和血压都恢复正常，效果挺不错的。那么另外一个香港的用户说，吃了这个叫做玄宝黑参之后啊，睡得很香，精神也很好，腿也没有以前那么凉了。那因为美国的观众就说这个白发变少啊，体力和精力都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呢，确实可以帮到很多的朋友，很好的产品啊。所以在这里也是推荐，母亲节快要到了，那普瑞堂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活动，你多买就多送，它多送会送这个玄宝黑参，送1根的哈。所以呢，你到这个叫做网站上去买或者打电话都可以了解这方面哈。所以买到一定程度就是全球包邮啊。好吧，就是大家记住啊，不光是中老年人适应哈，那这个是适合年轻人也蛮受益的。一个美国家长说，他的儿子是大学游泳队的选手。赛后都很累啊，累得够呛。他喝了玄宝黑参的口服液之后，就恢复得更快。那这都是有这样的实例。
好，那就这3款产品都可以考虑，去到这个网站上去，那个方伟有个优惠码叫 FW2023哈，方伟嘛 ，FW2023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包邮。这个活动期间，母亲节期间是多买多送哈。好，时间有限，赶快订购，希望可以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好，行，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话题哈，到底这个川普是预设的啊，还是应变的？我在回答给出我的答案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说一下这个方面的这个川普的谈判的艺术。我们都知道川普是个谈判大师哈，那么他谈判几个套路，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呢，就是首先目标设得非常的高远，目标设很高，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呢，一出手就是力量拉满，他不怕震撼冲击哈，他甚至要让对手适应他的压力，这对川普来说就是一种压力训练。OK， 那么第三呢，压力一旦拉满之后，大家习惯之后，那么运作空间就出来了。这个时候他会看实际情况做随机应变。那么这一次，比如说吧，这个川普关税哈，一旦出台，幅度真的是震动全球哈，大家都会觉得4月2号要宣布，对不对？到底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是呢，一出来之后，大家谁都吓到，哇，幅度有这么大啊，真的叫做万国关税哈。然后川普接着说，我警告你哈，不可以报复，你报复我一定再升级，所以震撼力非常之大。所以股市不仅是处处下滑，而且是节节下滑啊，四面是持续下滑。到了上个星期天的压力之大，我觉得是可以是真的是，他能不能承受住都很难说啊。别说这个各国不满就不用说了，中共带头掀桌子，对不对？第一经济体跟第二经济体干起来，你说股市想要这个稳定性的股市，他怎么办？他怎么受得了？投资人怎么办？然后呢，参院通过2党共同协议，要逼总统撤销加拿大的关税。OK， 这直接跟川普的政策打对台啊，这还是叫做什么来着？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啊。那另外就是民主党为主拉几个共和党进来，4个共和党参议员进来提案，剥夺总统的关税权利。大家知道哈，国防跟关税这都是总统的叫做有这个绝对裁量权的领域，这是美国的传统。他们要联手把总统的关税权剥夺。那么当然了，所有这2个案子都是没有用，因为最后要川普自己签字，所以但是它是一个政治姿态，甚至连川普的德州盟友啊，参议员 Ted Cruz 都明确表态反对这个关税战，这么去干。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川普是面临巨大的压力。大家记得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绝不退却。”大家不要做胆小鬼，对，就是绝不退却。这个时候就是川普在做他的压力训练，全世界所有相关人都做压力训练。所以呢，川普的这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张力拉满哈，这个叫做力量拉满这个动作，不是谁都能学来的。所以川普的交易的艺术啊，就跟那个以这个实力求和平一样。那读了这几个字我知道了，我也会学不来的，因为他需要自身强大的意志力。所以呢，用我们中国话中国的老话说俗一点嘛，川普的策略也很简单，叫做第一叫做漫天要价，第二就是就地还钱。漫天要价一旦成为一个现实，他要的价是真实的，大家相信他真的要这个价，之后空间就出来了，因为他可以就地还钱嘛，之间就是他的运作空间，他怎么还对对方都是收获。所以大家知道，在去年的这个1月份的哈，这个麦克强生参议院要过这个临时预算案，对不对？要拨款，当时他拿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败归川随哈，就是前朝的案子拿来，那么共和党两边都不满意，就没过。没过之后呢，马上川普就动员他的人，包括马斯克出来批判说你太软弱。那川普说不仅太软弱，而且都不让我举债。总而言之，就拉到一个几乎没法接受的地步，就吓得这个强生和这个众议员跑回去，马上来了一个极刚的，非常刚的，刚到不行。但是刚到不行，就这次把民主党吓到，民主党是绝对不让过的哈。但是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哈，这个川普的意志强到这个地步，结果川普突然放软，第3版本突然放软，债务上限也不提了。这个时候民主党挺高兴，民主党扑上来支持哦。大家还记得这个案子吗？大家可能要看方位几个月的朋友才知道哈，这个扑上来支持，结果就是大比数通过。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叫做川普交易的艺术啊。所以呢，这次又是一样。当川普看到已经他的压力拉满之后，他看到其实各国已经准备接收了。我们知道台湾的、巴基斯坦的、这个什么印度的，全部派人来，这个越南全都派人来谈啊。但是呢，股市和债市，川普说看的有点晃悠啊。其实这个晃悠他并不一定要撤兵，但是他既然有操作空间，他就突然撤兵啊，释放善意，把惩罚关税全部去掉，那么降成10%，结果让对方或者以及包括股市长舒一口气啊。就拥抱川普的善意，股市就会出现一个暴涨。
但是大家想想看，川普的目标并没有变呢，他仍然是要他2个目标，一个是贸易平衡，一个是产业内移。那贸易平衡跟产业内移，他现在还有90天，他所有的牌还在手里。他前天做了那个宣布之后，昨天说的这个宣布之后，他什么都没有放弃，但是给股市一个惊喜，对吧？所以因为他就是在他打造的空间，他突然释放一部分回去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惊喜。但是接着在剩下90天，川普仍然要往前推进，仍然要谈判。比如举例子，怎么谈？比如说对于台湾来说，他到最后很可能还是给台湾加关税的。为什么？因为台湾这个国家购买力是小的，生产力是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跟他完全形成对等关税，你买多少我买多少，做得到吗？台湾没有那么多东西要买你的呀。但是台湾的生产力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就有可能在面对面的情况下说服赖清德或者赖清德派的人说，你得给我一个入场费，最后对方也能心悦诚服。因为他在谈判的过程中嘛，对吧？有足够多的空间来说服对方，这是一个可能性哈。第二可能性就是台湾干脆就说，我就高科技内移来帮你美国，我买不了那么多东西，我把技术给你，达到产业内移，川普就不用加这个关税，这都有可能啊。这要一个谈，所以川普在剩下的90天之内会非常的忙，他真的需要这90天来谈啊。所以呢，但是这就是川普的打法。所以在我看来呢，川普是预谋的，还是应变的？我说他既有预谋，又是应变，主体是应变，他的套路就是这个套路，谁看完交易的艺术都知道，但是你实行得了吗？承受得了压力吗？好，这是这方面哈，我觉得主要是边打边看。那么对于这个对华关税呢，那这件事情就是中共送上来的啊。我认为哈，川普在一开始对中共仍然是不懂，就是他怎么去试图摆平芬太尼的事情，他加10%，我当时就说了，对不对？我说他不加到150%、200%，习近平绝对不会点头，因为芬太尼对中共来说是鸦片战争，对他来说是战争，好不容易捞到一个办法，每年可以干死7到8万美国年轻人，为什么要随便撤兵？所以呢，10%根本摆不平。但是川普学得很快，10%不行，再10%又不行，但他学得很快，因为川普对习近平的了解，他的情报当然比我们多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川普知道和大家其实应该知道的，这个决定不韬光养晦，搞大国外交，搞东升西降，搞这个中共的崛起，最后转化成这战狼外交的主使者就是习近平的自己。2018年跟美国谈好的关税，谈好之后不执行，硬是毁约不执行，这也是习近平自己做的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搞砸的，他特别想扳回来，他特别想在党内通过打赢关税战，正面打赢关税战，能够扳回他岌岌可危的信誉。就是这种情况。那怎么打赢呢？他算的就是说，看谁更怕损失。我们中国人不怕损失啊，对不对？我死掉3000，你死掉200，你美国也受不了。他这样的说话呢是有道理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想象，因为他缺少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中美贸易到底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如果是买方市场的意思，就是说呢，美国决定我挑谁，你不卖给我找别人。如果是卖方市场，那就是中国决定，只有我能生产，别人不能生产，它才能是一个卖方市场。但是中美的贸易100%的是买方市场。习近平就是太夜郎自大了哈，他觉得他那么大的产能，他不卖给美国，美国的物价就要上来，你不卖有人卖，开什么玩笑？这就是共产专制国家的问题，他没有一个客观的机制给他反馈、给他批评、给他检讨、给他说实话，他就会以为他是一个卖方市场。川普知道这一点，就一步步引他上钩，把他的加的关税一步步加大，让他每一步跟上来，最后加到125%，对吧？才这个收尾哈。那么这个时候收尾，习近平等于是一路他自己走上来的，他什么话都说不了，全世界都看到，川普不是没有理，是习近平自己要的。所以呢，等中共加到84%的时候，川普就一个绝好的借口加到125%，然后就开始全球同时撤兵。你知道哈，川普本来就想撤兵，因为他拉开空间之后他就要撤兵，对不对？释放善意。但是习近平这个时候拉到84%的时候，就给了就是天作之礼物哈，给了川普的一个绝好的借口，因为在对中共加到极限，然后不是极限了，加到125%，对全球同时撤兵。同时做有2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他同时撤兵是两句话，对不对？第一，你中共不尊重我，所以我拉到125%。第二，全球都很尊重我，所以我给你们释放压力，释放善意。所以呢，就等于是中共做球给川普，让川普第一件事立威，
第二件事情是施恩，恩威并重，一天之内全部做完。那么在打击中共的同时，树立美国权威，把对抗美国的对手带头的对手当街痛打示众。第二呢，给全世界释放善意但这件事情，这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他预谋的，这中共自己送上来的。他送上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犯贱。当然了，他犯贱呢，他本来他不这么去做的话，他就同等待遇一样也是变成10%。但是呢，他就有他的邪恶本质，这邪恶本质是被拿来用，或者是天送给川普用。所以现在外面还有人说所以现在川普昨天这个下来的话，在全世界内就是恩威并重，恩威并施那么威也起来，这个他的恩也树立起来。所以现在有些外面网红在那这个中文圈卷中圈说川普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这样美国就没有信誉了。说这些话的人99%都是中共的网红，他的5毛部队但也可能包括有些被他骗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川普这么做下来之后，那真的是王者威仪，首先第一起来，第二是恩威并重，大家对川普是既敬又怕，这就是昨天下来的结果。当然了，你也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不同观点可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您觉得，第一，他是预谋还是应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川普这么做下来的结果，他到底是树立起来了美国的威望，还是破坏掉美国的信誉？大家可以表达一下您的意见，好吗？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一下好，那我就说如果您这个喜欢方伟的这些分析的话，很多的事件我都会做这些方面的分析因为目的我做这个节目其实是个新闻节目，不光是做新闻，我希望能够分享我的看法，因为毕竟在美国做了20多年记者，来美国又来了30多年，所以呢，我想呢，对于大家在美国做生意的或者甚至留学的，甚至就是了解美国的，或者远程观察美国的，我觉得都会有，起码是一家之言我觉得是很值得了解的。那么呢，我就拜托大家一件事我就是特别新的朋友，很多新的朋友，大家就是说，叫做订阅一下。这样的话，我其他的每天的这个新闻评论你们都可以陆续的看到，好吗？这也是为了真的可以帮到大家。好的，那就这个下面点完赞之后，下面有个菜单拉开之后，下面点个这叫做打开小铃铛，好吗？好的，喜欢方伟节目呢，点一个赞，谢谢了。好，我们往下说现在呢，就是说往下会怎么样？我们要问个问题：往下90天，首先第一，各国很紧张，各国虽然舒了一口长气，但是都很紧张。现在大家都变成好学生，会进来好好谈。那川普呢？谈判他会做成双赢。我先预说一下川普不是那种吃干抹净的人，全盘端走的人，不是的。他谈判是要双赢，这也是他做生意做到现在能做这么大，跟李嘉诚一样，都是要谈双赢的。这是第一点，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怕第二，中共量在哪，继续打击他那他打击中共的同时，川普还是会嘴上说好话。习近平是我好朋友，因为他给他一个面子。第二，他给他维持一个希望给他，让他不要再去把这个 rock the boat 把全船给掀翻了。那现在呢，继续打击中共的一个方法就是重建美国的海军这个事情我们待会儿说说这之前，我先说一个美国很新的新闻，很重要。劳工部的这个最新数据显示说，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是美国的物价，比去年同期增长2.4%。你觉得高还是不高？不高，因为比这个2月份的2.8%的年增幅开始放缓，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5%的年增幅。OK， 按月计这个计算呢，物价其实上个月是下跌了0.1%，这是从2020年5月以来价格首次下跌，也低于这个2月份0.2%的增幅，并且优于经济学家0.1%的增幅。经济学家认为会涨0.1%，结果是降0.1%，所以基本上联储局不会降息了川普也得靠自己的，没有联储局帮忙，要靠自己的政策来让这个经济。但是呢，我再说一遍我觉得关税带来的这个涨价的压力现在大幅下降，因为只剩10%了，即使以后再增加上去，基本上都是商家、出口商自己消化。我认为美国消费者只会承担非常小的一部分。为什么？非常非常简单，买方市场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好，那么我想这个美国的前面这个看得出来在川普治下，美国经济在持续向好无论是就业人数还是物价都在持续向好，甚至都不需要联储局去帮忙。星期三呢，昨天呢，川普签了一个行政令包括对任何中国制造或者悬挂中国船只的船队征收几百万美元的港口停泊费。那么全世界现在商船大概是55000艘，50%左右是挂中国旗或者中国制造的。那么看10年以内的新船，60%到70%全是中国船。中国现在造船的这个幅度是美国的200倍以上。那么一方面呢是个生意被这个中共拿去了第二是打仗怎么办？海军看着就要落后，对不对？美国强大的海军很快就会落后，
所以呢，现在就祭出这个策略哈，就是不仅是船，只要是中国造的，你不管是卖掉谁租给谁，只要中国造的都得交钱，导致大家就不敢买中国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包括中国产或者中国人拥有的叫做岸边的设备，包括起重机，全部要抽关税，就导致各个港口开始不敢用中国的设备，中共的设备哈。所以呢，而这个钱收进来之后，来资助美国造船业啊，就等于是用叫做敌手的钱来建自己的部队，就这个意思。那同时，川普敦促盟友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不做的话，也会对盟友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所以他们也会这么做。所以这个招的很厉害啊，这等于是就是一个政策令哈，不用花任何一分钱，可以改变局面。好，下面呢，这个很快几个新闻说一下，参议院通过一个法律，约束联邦地方法院管束全国的权利啊，这是刚刚在昨天刚刚通过。基本上联邦地方法院现在发了15个禁制令，那么一个个被高院推翻，高院现在维持了他们一个，推翻了2个哈，还有12、3个在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任何一个美国犄角旮旯的每一个联邦地方法院，他可以签一个令，他在那地方找一个被告，然后他一裁决全国适用。所以现在联邦地方法院全国这600、700个人，权力跟总统一样大，总统下令我可以禁止你，就这么去玩哈，所以就是不合理嘛。所以众院就通过法案，这个法案的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以后谁告只能针对那个人，不能搞到全国。那这个事情呢，现在就看参议院能不能过哈，参议院需要60票，以现在的政治局势呢是非常难过的，但是呢，他起码表达一个意愿吧。至于说到底能不能过，到时候再看好了哈，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发现中共军人中国公民加入战争，这个话说得很客气哈。泽连斯基说是140多人是吧？现在抓到2个人。那么泽连斯基说有中国军民，这中国公民在俄罗斯的这个军队之中。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就是中共军队有没有参战，有没有出现第2次这个志愿军，中共的志愿军进到这个俄军那边？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肯定有，我认为100%的有。只是说它规模是多大，是成建制的这个部队还是特种部队而已。这就是中共的本质哈。其实，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啊，那么种种这些方面，包括伊朗针对美国的这些核武器背后全是中共。而且这样的中共这些行为啊，就背后做的这些阴招啊，这美国人全知道。所以呢，这些关税的打击把中共亮起来示众啊，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的邪恶本质，你藏得了多久，人家都是知道的。所以乌克兰这些事情，乌克兰觉得好惊奇哈，拿出来这个到处去讲，其实都是 no news no fact， 这是中共会干的事情。好，下面一个很快的消息哈，也很有意思啊。美国现在跟伊朗在谈判，说你要放弃核武器，如果你不放弃的话，首先你放弃，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就得放弃。如果你不放弃的话，好，以色列就没把你炸掉。那么最新俄国就表态了，普京就表态说，如果以色列跟美国打击伊朗的核设施，我们没意见，我们没意见。所以大家看到哈，美国在拉普京的同时哈，在协调俄乌谈判，把普京现在慢慢有点把他心暖过来。暖过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这个邪恶轴心在解体。俄国不支持伊朗，大家知道俄国是伊朗的北部边境，中共要支持伊朗还隔了好远呢，还挺难的，还经过霍尔木斯海峡，那还是美国军队在美国的舰队在那里把守的地方。那现在呢，就是俄国要支持伊朗的话就很难办。现在俄国就这么去说，你要以色列炸，我没意见，他们自己的事儿。所以这也是效果哈。好，下面本来要说一下这个中国留学生这个签证被取消的事情啊，这个现在突发事件对华人也是影响很大，但是今天没有时间，我就不多说了。最后讲一句，很快讲一句哈，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他的幕僚长哈叫做肯特，在昨天呢，在参院的叫做情报委员会的提名听证会上，被问起来的说，他说，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涉及1月6号国会大厦的骚乱，联邦调查局是否有介入？那民主党参议员呢，叫马克凯利就说，你有证据吗？然后他这个肯特就说，我们已经确认，当天人群中确有多名 FBI 和其他联邦执法机构操纵的秘密线人参与指挥和移除路障等等行动。他说有情报显示，相关部门已经事先渗透暴动团体，并且认为有可能涉及 FBI 这个华盛顿以外的外情办公室。目前情报界正在深入调查。加巴德情报总监他的办公室就直接说，我已经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那么来调查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和滥权行为，来恢复公众对情报系统的信任。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新闻，感谢您的收听那喜欢方伟节目的人呢，走之前请记得能够这个点一个赞，好吗？那么分享给您的朋友。那如果是新的观众，再嘱咐一下，新的观众请大家能够点击订阅，不要错过这样的我的节目就会到您的首页上，可以
提醒到您，好吧？那方伟这知识会持续给您带来有价值的美国新闻和美国相关的新闻，感谢您的收看，好，再见，拜拜。